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昨天美股大幅波动，多空双杀，市场压住特朗普即将认输，否则熊市不会轻易结束。本周如期反弹，空头获利兑现，应该离场观望，等待下次进场时刻。现在会是强反弹的时机吗？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首先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63期的视频。阿哲就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当中，阿哲首先还是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整体环境的分析，我们通过2个方面，分别是 IRK 线和空间技术的点位分析。第二部分、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个股方面，分别有特斯拉、英伟达、SQQQ、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同时还会讲到以下个股的短线解析，纳指金融指数、博通、Meta、苹果、MSTR、PLTR、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个股的短线解析。那么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阿哲有一点要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因为阿哲平时所分析的内容标的都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较长。如果您不太适应去听一个长视频，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开播放按钮旁边这个3角按钮，点开之后呢，会看到阿哲所整理的本期视频所有标的所对应的时间轴。那么您可以首先点击您最想要观看的内容，跳跃到此部分去观看，希望对您能够解决部分的顾虑。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更加希望您可以完整的观看本期视频，更加了解阿哲当前的观点。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一些观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市场当中为什么本周看一个反弹，因为经过连续性2天的大跌，市场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支撑位，这个支撑区域呢是15427.61以及15288.17。在这个区间当中，一旦市场有任何止跌行为，而不是快速有效的跌破，那么将在此处产生市场的止跌现象。这也是空方在前期高位去做空，而后大幅获利之后，第一个要关注的关卡。那么这个空间是从何而来？我们是通过这一个股价的空间往下投射了1倍的空间所去测算出来的。这个方法来源于下跌商法为下跌中继的一个理论依据。而在阿哲昨天 Telegram 的盘前解析4月7号当中，我们有讲到纳指目前延续下跌，接近下跌商法这2个目标位，我们要关注在支撑上是否出现有止跌行为，有的话空单要注意止盈，没有的话则继续看空甚至加仓。而当 K 的止跌常见于大幅低开高走阳线、长长的下影线以及阳线过大阴半的行为。而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就符合第一种现象，大幅低开之后反而高走，盘中甚至是有反包的迹象，只是最后回落了。但整体来讲，纳指昨天就是大幅低开而后高走，甚至最后收涨的 K 线。而这根 K 线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IRK 线，在稍后会讲到它的具体模型。所以延续阿哲在上周周六时的视频观点，目前的市场来到了支撑区域，并且出现了支撑的止跌 K 线，所以当前这里我们认为空头应该确实获利兑现，离场观望，而等待反弹结束之后找到高点继续去看空。因为目前是一个熊市的环境，股价的下跌往往是反弹而后再创新低，反弹再创新低，所以你会发现是不是近期都是反弹而后创新低，反弹而后创新低，所以当前也是如此。在关税上不发生特别变动之下，我们依旧按照市场的轮廓，就是市场将会有反弹而后再创新低的结构。回顾了一下之前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本期视频，我们第一部分叫做 IRK 线。所谓的 IRK 线，它的一个条件，以前阿哲曾经讲过，而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是首次收听。IR 模型是来自于传奇交易员拉瑞·威廉姆斯先生其中的一种短线高概率的交易决策。它的条件很简单，这里呢阿哲做了一些许的更改，跟原著中可能会有点出入。那么第一个条件是2号 K 线的收盘价比1号 K 线的收盘价是降低的，也就是说股价是处于下跌当中，而2号 K 线它的收盘是降低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3的开盘比2的最低价还要低，3号 K 线是一个开盘价比2号 K 线的最低价还低的 K 线，出现这种行为则满足第2个条件。而第3个条件是3的收盘价在开盘开低之后，最后收盘却比2号 K 线的最低价是高的，它是一根低开高走的 K 线，这个低开幅度越大，
则效果越佳。而产生这3根 K 线之后，就说明它是一种 IR 模型，在市场含义当中，说明短线的空头极度的释放，而后多头开始趁机买进，开始趁机抄底，市场引发反弹。它也有日内再度砸盘的这种现象。而阿哲根据模型去测试，在纳斯达克指数上，我们只看这3根 K 线的条件，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佐证。从2019年到现在，这个模型的测算胜率，它在3天之内上涨的概率是 66.6%， 而平均上涨的幅度是 0.87%。所以阿哲说过，它是一个相对概率较高的短线交易决策看涨的一种信号。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某些 K 线底下有一个笑脸的图标，它们代表此处出现了 IR K 线模型。而昨天的股价走势就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笑脸，昨天这一天就是 IR K 线，所以这一天呢将是 IR K 线的3号 K 线，前一根 K 线则为2号 K 线，再往前上周周四则是1号 K 线，是不是2的收盘是降低的，是下跌的，3呢大幅低开，但是最后收盘在2的最低价之上，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IR 模型，而且是最为有效的 IR 模型，因为它是大幅的低开。我们再往前去看，回测一下最近的 IR 模型，我们往前可以看到有7次的 IR 模型，那么这7次的表现是如何？这一次出现 IR 模型，股价后续出现了上涨，3天的上涨，这一个位置出现 IR 模型，价格出现了波段的低点，这一个位置是 IR 模型，是不是后续也是3天的上涨？这里是 IR 模型，第2天就打掉低点，打掉止损，这一天是 IR 模型，反弹1天就下跌了，这里是 IR 模型，股价上涨了2天，这里是 IR 模型，也是上涨2天，所以 IR 模型整体呢可以短线看止跌，而后稍微的往上可以看2到3天的反弹是大概率事件。在强势的下跌当中呢，也要小心，如果 IR 模型的第2天就出现明显的再次下跌，比如说出现了负阴线，那么记得再次的离场去止损。所以目前出现了 IR 模型，我们更加能够看好的是短期未来有6-7成的把握会向上反弹1到2天。所以昨天阿哲在盘前的解析当中有讲到，第一种止跌 K 线就是大幅低开而后高久的阳线，它出现了，所以这里认为应该是空单止盈，而多方可以看一个反弹。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反弹你需要去做吗？你基本上可以完全的只是观望，特别是空头已经获利了兑现的同学，您可以休息一下，您可以完全的抱着观望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波反弹。因为不管如何，目前的市场处于熊市当中，熊市更加高胜算的方案是上涨之后找做空点，而不是下跌时去找抄底点。哪怕这里可能会有反弹，哪怕你要去抓反弹，阿哲的建议就是要么不做，哪怕做也先用小仓位去试错。所以当前的位置空方观望，而多头哪怕去做也要千万小心，因为目前处于熊市当中，反弹则是火中取栗的交易行为。以上就是关于目前纳斯达克指数对于 IR 模型的一个使用。阿哲目前的观点就是在 IR 模型出现之后，可以往上去看1到2天的反弹时间，而这个概率是6到7成的把握。如果以上观点对您有所帮助，能够引发您的部分思考，那么老同学听到这里可千万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上您的小红心，点一个赞。而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写上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您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观众。在点开之后，您会看到一个小铃铛，如果把铃铛全部打开，那未来阿哲每一期公开视频，每一次知识分享，您都可以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这是粉丝同学在点开铃铛之后能够得到的一个权限。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首次相见就点赞订阅，感谢各位同学的点赞评论和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第2部分，第2小节，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每天在盘前也会去做的一个事情，会分析以及预测日内的高点和低点，会通过比较理智的计算公式来告诉大家当天的多空是谁强谁弱。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部分，那目前的图板当中左侧您会看到这条信息，就是刚才阿哲所分享的一部分的截取，而现在您所看到是昨天盘前解析完整的一个部分。只要您是今天订阅了阿哲的观众，您就有机会领取到这个限时福利，
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可以收到阿哲每天盘前的解析。我们看到昨天4月7号的一个盘前解析，刚才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再重提。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些点位，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每天阿哲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这一个日内预测的高点和低点，每天都会有变化。那么这个高点和低点的预测点位有什么用呢？不是说当天一定会到达某个点位，一定会碰到这个支撑和压力，而是以此去观察多空之间的博弈。比如说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表，它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而图表当中有一些红绿灯的表现。那么像价格如果出现的是红色的按钮、红色的灯，就说明当天阿哲给到的预测低点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则说明支撑跌破，空方强势，多方弱势。在长时间处于红灯的市场，则说明它很有可能是熊市以及下跌趋势。哪怕中间偶尔会出现阿哲给到的预测压力盘中被突破了，或收盘突破了，多方转强，但只要它没有延续，那么就依旧会处于空方下跌主导的市场。所以红灯代表空方主导日内的交易，而绿灯代表多方主导。红灯延续说明空方整体强势，而绿灯延续说明多方整体强势。像最近的2次反弹出现了红灯，虽然它不是每一次都在刚刚好的高点，以及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让你保有利润，但你会发现出现这种反弹之后的红灯，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小心？因为后续代表还容易继续回归到空方的市场。很多散户朋友呢，在这一天刚开始下跌时，甚至都不会去卖出股票，但是红绿灯提醒你这一天是红灯，要小心后续还有继续下跌的风险。所以它的反应可能会很慢，但是它会比散户快，并且比散户更加理智。如果你完全的按照红绿灯去参考，红灯就以空方为主，绿灯以多方为主，那么在这一波行情下跌当中，你将赚取很丰厚的空头利润。那么当下我们再看到最新的一个行情走势，在这一波下跌当中，目前是红灯为主，也就是说目前空方依旧很强势，昨天大幅低开高走，但底下没有任何的红绿灯，表现是股价还在惯性下跌。没有绿灯则说明当天收盘没有突破高点压力，也没有跌破低点支撑，它是一个惯性的下跌途中。那么这个反弹的力度如何，能不能延续，我们至少要看一下，最好有绿灯的产生。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点位，高点的预测压力是16701.89，也就是今天的收盘价，如果能突破这个价位，那么说明市场产生绿灯，多方重新占据主导。而股价如果继续延续收盘跌破15193.65，则说明空方继续转强，继续出现红灯，那么要小心了，IR 模型大概率产生失败。所以这2个点位可以我们去界定股价的走势，目前是多方强还是空方强。而假如今天依旧保持反弹或调整，但如果依旧没有任何的颜色，那么则说明它还是在惯性下跌途中，这是红绿灯给到我们的短线提醒。在后续呢，我们用这个方案去看到目前的个股是否某些个股出现了绿灯，以及有些个股可能持续还是红灯。我们因此能够去判断出个股的短线多空强弱和它的多空博弈。所以如果您是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每天盘前记得时刻关注这个点位何时会产生红灯和绿灯，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信号，能够给你有一定的短线上的参考。这里阿哲也教一下大家，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阿哲的朋友，那么怎么样去每天盘前看到这一个短信以及这个点位预测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订阅阿哲之后，打开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阿哲所置顶的评论是阿哲所发的，这个评论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是一个联系的链接，他的 Telegram。在点击链接之后，您只要跟助教老师报名领取即可。怎么报名？您可以发送一个领取盘前的口令，把盘前这2个字发给助教，那么他就会知道您是需要盘前解析，您是阿哲的订阅同学，他就会教导各位怎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去领取到盘前解析。那么为什么阿哲要准备这个盘前解析，每天去更新给各位同学们去看呢？就是因为在技术分析的学习当中，我们实战是很重要的。您可能跟阿哲学了一些方法，但是您自己不一定刚学会就立马能够用。所以在每天的盘前当中，阿哲除了点位的计算，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更新到一些方法的提醒，以及一些方法的实战，比如最近所学的下跌3法和它的空间预测，这才是阿哲真正的目的。
不是说这条信息告诉大家是买还是卖，而是通过这条信息让大家更好的去将技术分析用于实战。当然了，如果想要把技术分析更好的去掌握，更快的进步，仅通过盘前解析这一点文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阿哲对于订阅粉丝观众还会有其他的福利。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够小小的帮助到你。另外的，阿哲也准备了一些更加进一步的进阶知识。如果你本身有一定的悟性或有学习的时间，阿哲更加建议您除了看盘前解析之外，阿哲更加建议您可以抽时间去听一下每周的内部直播、非公开的直播课程，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去精心准备和分享的。同时，我们还有专门设立粉丝学习小组，专门为技术分析答疑解惑。当然，这个学习小组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有资格能够进入的，阿哲呢会略微去筛选一下，只有特别爱学习、特别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才有资格能够加入到粉丝群组当中。这一个筛选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只要大家能够收听一次内部直播课程，并且完成一次我们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您就有资格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您只要把你的作业交给助教老师去批改，然后这个作业的得分及格，就能够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了。这里阿哲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本月所准备给大家的一些内部课程。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一个龙头解析班的课表，我们在本月安排了体验篇、实战篇、交易篇，这3篇当中呢有数十节的一个课程，那么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精心为大家所策划并且去准备的知识点，都非常贴切当前行情的走势。像今天大家所听到阿哲的视频应该是4月8号，那么4月8号呢，我们第1节课程龙头解析龙藏四方其实目前已经结束，那么明天开始呢，将是龙藏鱼野、强龙回头等等以下的课程的开始。如果您今天找到助教老师报名参加本期的课程，应该还来得及。所以大家如果不仅局限于想要看盘前解析，同时还要学更多的方法，能够自己能够未来能够成长的话，也可以认真的去收听一下我们本周的时长篇龙头解析班，希望对您能够有些许技术面的帮助，能够为您更加提供技术分析学习的助力。感谢大家的点赞、评论、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我们开始要讲解有关个股解析。第1支标的，我们来到特斯拉的讲解。我们先看到它的空间层面如何去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空间上目前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价位，就是 229.201 以及 233.04。之前我们说过，这2个空间价位所组成的区间是特斯拉本次反转关键的支撑位。因为之前的曙光出现，所以界定了这一根阳线的低点将是反转价格形成的基础。如果这个价格被再次收盘并且有效跌破，则说明这一波反转其实已经失败，波段不能够再去看涨了。从这一波短线急涨之后，遇到了高点压力 287.13， 而后开始回落，回落当中没有太多的交易点位，跌到了这个 229.01 之后出现了止跌。所以这个位置，如果特斯拉真的在此处是构建一个中期底部的话，那么这里将是一个绝佳的低价区。如果你明白阿哲的意思，那么就会知道了，如果特斯拉这个位置真的是底，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就很安全，空间上将是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假如这个位置被收盘跌破，则说明这里不是底，那么这说明下方还有比较多的下跌空间。所以 229.201 这个点一定要守住，做多的同学要盯好这一点。如果这个价位被再次的跌破，那么就千万不要再去看短线多头方向了。而看到昨天的这一根 K 线，它其实不是 IRK 线，所以它的反弹力度比指数是要弱的。很多个股在昨天都保持 IRK 线，所以特斯拉非 IRK 线，则说明昨天在大幅低开之后，上涨整体是弱于平均的价格水平。这是一点不太好的现象，说明资金走到这里好像有点疲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目前的特斯拉短线策略呢？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特斯拉的日线图，上方呢是红绿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 BBD 的资金指标。我们通过这2个方面来解析短线个股策略。在这一轮下跌当中，目前昨天是一个非红灯和非绿灯的 K 线，所以整体还是一个红灯之后的惯性下跌当中。但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下方的资金在这一天的下跌当中，下方资金是下穿了黄色轴，也就是说它从水上穿到了水下。我们曾经有讲过，老同学应该知道，这种下穿 K 线意味着为变盘点。
当资金在下穿和上穿之中，它所产生的 K 线将是一种趋势当中的变盘 K 线。我们来举一些例子，大家看到之前所走的行情，像前面这里股价从水下上穿到水上，那么这一天所产生的是上穿，所以它在上涨当中容易是变盘高点。如果是下跌趋势，它则是反弹高点的概率会大大增加。所以这里曾经是一个反弹高点，它就是下方的资金变盘提醒过。而股价再次下跌，再次的反弹，我们会看到这里又是上穿，所以它又是一个反弹高点。其中呢，也有出现下穿的低点变盘，比如说这一天，那是否为低点变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它的低点，而它能不能高点被突破。而如果你发现一个高点变盘的低点快速被跌破，高点是压力，那么它无疑就是高点变盘。而如果一个低点变盘，它的低点快速的被跌破，而高点不能被突破，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低点变盘。所以高低点变盘在出现之后，你要去验证一下。那么像这里股价的整体走势，是不是高点没有被突破，低点被跌破？所以这个高点变盘则是高点。而包括后续股价再次的下穿呢，这一天下穿 K 线它可能是低点，但是我们要验证一下它的低点是否有支撑。你发现它没有支撑，反而第二天继续大阴下破，所以这里不是低点变盘，还有延续下跌。像前面这里出现了反弹，是不是高点一上穿，它就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这里持续了1周时间都没有去突破，等到突破时，说明这里失效了。而当前价格下跌，资金流出又再次的下穿，你要验证一下它这里会不会有支撑，而它的高点能不能快速被突破？因为它的长上影线，所以你可以呢把这个空间调到它的实体上沿，它的收盘价。只要这里收盘价能够被突破，那么从此刻开始，我们认为特斯拉到这里确实有底部的信号，这里开始再次的看涨。而我们的防守位、止损位，你就可以设置到这一根影线的最低价。如果你相对保守，也可以设置到它的实体下沿开盘价。所以通过资金层面上，我们可以制定这么一笔交易的计划。目前还没有产生计划的实行，因为它刚开始下穿，刚开始产生低点变盘的嫌疑。这里阿哲稍微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产生的点位。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242.645， 股价收盘突破，则特斯拉会出现绿灯 K 线，说明很是强势。股价的预测低点是 204.895， 收盘跌破，则是绿灯，说明这里不是低点变盘，未来依旧还有下跌空间，只要小心了，短线不能再次看多。所以特斯拉走到这个点位其实很关键，如果这里不是低点变盘，那么从空间上，从 K 线上的反转形态上，它都将回归下跌的走势。如果您手中持有特斯拉或特别关注特斯拉，那么从这一刻开始要盯好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以上就是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方面。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图表，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是不是对于特斯拉有多增加了3个点位的测算？第一个是 93.65，第二个 86.719， 第三个 84.0739。 那么价格走势这一天出现了回踩 93.65， 而第二天本周周一大幅低开往下探，略微探到 86.719 之后止跌反弹，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 93.65 之上。所以说明股价目前是没有去有效跌破 93.65， 并且还探了一下底下的支撑，说明这里支撑是有效的。而通过 IRK 线的比较，你会发现英伟达昨天的反弹力度整体是非常强势的，强于很多个股。它也是一根 IRK 线，在大幅低开之后，不只是低开高走的阳线，而且还是一根阳过大阴半的走势。所以这一根英伟达的 K 线，它比指数的止跌现象还要强烈。在空间上，我们守住 93.65， 以此去做交易，去看反弹是 OK 的。价格走势从这一天开始可以看涨，而后以 93.65 做空间上的反手，这是纯粹用空间点位来去做交易。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指标。我们看到昨天的阳线，你会看到从红绿灯的角度，它也是表现得很强势，因为它底下已经是一个绿灯的显示。我们知道指数特斯拉其实都没有绿灯，但它是一根绿灯 K 线，所以它的多头整体会强于很多个股。而在下跌当中，每次出现绿灯，它不一定就会见底，但是它至少比没有绿灯的股票标的要多头强的很多。
从资金上看，其实没有太多的异动，因为前期的下窗 K 线在这里，下窗 K 线被跌破之后，是不是下跌反弹反而是压力？所以这里不是低点变盘，是下跌延续，后续的下跌可以用这个下跌 K 线低点无效来去判定，来去研判。而目前的资金呢，还没有出现连续流出之后的转率。当这种 K 线出现之后，就是再次研判低点是否产生在资金面上的关键信号。我们从目前的资金流出可以看出，价格走势资金呢是连续流出了3天，而目前因为昨天的止跌，资金只是略微的流出，今天只要略微上涨，基本上就是转率 K 线。那么转率今天就容易是一个界定点，所以特斯拉是否能够延续反弹，关键在于今天的价格上涨之后，它的今天高点。今天的高点只要能被突破，那么特斯拉这里低位的现象得特别明显。当前在价格上是有止跌，但整体还是只能看个反弹。这个反弹能不能延续，关注周二 K 线的高点。周二的 K 线的高点将是本次反弹的一个压力位，至少英伟达是如此。当然这里要注意了，反弹的力度要足以让资金产生绿柱才行。这个呢，我们在下期视频也会跟大家去讲解。而当下来看，因为还在流出，所以你不能说目前这里就一定能够出现强势的反弹，它只能够初步的从 K 线上鉴定是反弹。而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它除了底下的资金柱今天最好上涨能够转为流柱之外，最好今天的绿灯要保持，千万不要从绿灯立马又转为红灯，因为绿灯转红灯则是做空点，则是一个卖点，这是我们不想要在多头方面去看到的。今天英伟达的高点预测是 107.26， 低点的支撑是 92.13， 收盘如果跌破 92.13， 则说明是英伟达再次做空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则是延续上涨，如果能突破 107.26， 则是双绿灯，那么看涨的意愿将会更加强烈。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 的空间图表，在 SQQ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了一个空间上的压力和支撑，是不是顶上呢有 53.79 和 60.67 这两个压力？在周一的时候，股价大幅高开，直接开到了 53.79 之上，而后略微往上探，但是整体动能不够，所以往下跌。在某一个压力位上出现高开低走的阴线，其实说明这个压力位是有效的。而股价呢，在盘中下探到 46.20 之后有所支撑，出现反弹。所以整体的区间，它一天时间就走完了 23.79 到 46.20 之间的空间。目前我们依旧认为 23.79 是压力，而 46.20 为短线目前的支撑。所以 SQQ 呢，也可以鉴定一下纳指目前的反弹力度。如果股价 SQQ 往下跌，它的收盘价能跌破 46.20， 那么纳指的反弹力度是较强的，能够继续延续往下去看。而换在 SQQ 上呢，我们就关注它的一个回落 46.20 能否止跌。如果不能够有效出现止跌，那么其实则继续的往下一个空间去看。而这里如果能够止跌，那么纳指的反弹将会遇到首个压力，我们可以以此去对照去进行观察。而在空间上来讲，出现压力位上的冲高回落，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减仓点，不要去再次的抱住不动了，因为你无法去得知这一次的回落究竟是小级别的回调，还是说会比较大的去调整。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当下我们所看到是 SQQ 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VD 资金。在股价整体启动过程当中，目前是连续的上涨，其中只有那么一天是红灯 K 线，而后基本都是无灯或者是绿灯以及惯性上涨。包括昨天冲高回落，它其实也没有红灯。稍后我们说一下红灯的产生条件。而底下呢，连续流进之后，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上穿，而后出现了高点的变盘，确实是一个回调高点。回落过程当中没有下穿，整体资金表现强势。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是它，所以它也是关键 K 线。这一天没有跌破，反而突破。那么我们说这个位置是再次启动点，股价再次的上涨。当时我们说的买点也是这一天。像前方的这一波下跌，这一波流出，是不是这一天也是流进？那么流进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低点没被跌破，是不是这里它也产生了买入的信号？这也就是目前英伟达所面临的等待转绿的那根 K 线来界定上涨的力度。而当前的 SQQ 呢，价格整体的流进是依旧保持的，还没有出现流出 K 线，所以它的调整是有延续的现象，直到出现那一根流出 K 线为止。
而我们在 K 线的动能上给大家一个确定，今天会不会继续转为红灯或者是绿灯？我们要看到它的价格今天的支撑是 39.405， 股价收盘跌破它则为红灯，那要特别小心了，空头要进一步的去获利兑现，亦或者你要全部的去了结。而高点的一个压力则在 53.985， 股价得要突破 53.985 才会在今天继续转为绿灯，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今天绿灯的可能性不大。今天呢，更多的可能应该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去进行盘整。而如果真的出现小概率事件，在上涨当中连续的绿灯，而后中断之后再次走为绿灯，那其实你也可以看涨，实际上效果呢是不如红绿灯的转换。以上就是关于指数的分析以及特斯拉、英伟达、SQQQ 3只标的的解析。那么最后我们来到第3部分，阿哲会较为快速的以行情快报的方式讲解资金动能2个层面上以下这些标的的短线策略。我们来到第一只个股是纳指金融中国指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纳指金融的日线图表，现在我们看到图中呢有一条白色线，这条白色线呢是170天线。在上次的下跌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它受到白色线的支撑是出现了回踩？而在周一的时候呢，它是跌破了170天的均线，出现了首次的跌破。大家注意了，我们曾经讲过的一个牛熊进行时，是不是对170天均线的支撑是否有效有一个界定？就是跌破的第一天和跌破的第二天要去关注。像前期这里也曾经出现过收盘跌破过一天170，那么在这个价位上跌破一天，但是没有跌破第二天，所以它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股价反而是一个牛市大底。现在也是如此，跌破第一天，今天是跌破第二天，第二天的位置只要能够止跌，只要有支撑，那么这里将有机会还是一个牛市大底。像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在前期170天均线是往下行走，而在近期我们这1年来出现了上涨，170往上走。那我们说过，这种是一个牛市的序列，因为它有效突破了170，突破了2倍的空间，并且回踩170有支撑。那么后续每一次回到170附近时，你会知道这是牛市当中大底，以及牛市当中有机会见到低点的可能，这也是将产生首次牛市大底支撑的机会。所以每次中国指数出现170天均线破位第二天，我们都去关注，我们都要去关注它有很大的机会是一个大底形成的空间，只是价格上要去确认一下。我们再看到实际短线上的走势看法，目前的价格下跌，它底下呢是没有红绿灯的，所以这一轮下跌虽然还是比较明显的跳空低开，但其实它的空方上呢是有所减弱，目前属于惯性的下跌途中。底下资金呢没有太多的帮助，我们就看动能 K 线吧，看是否能够在此处出现绿灯 K 线。今天的高点预测它是6731.34，而低点预测是6152.44。如果今天继续收盘跌破它，就是红灯；突破6731.34，这是绿灯。在第二天如果出现绿灯，那么基金的同学可以认为这里是破位170之后的一个反弹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整体股价走势在昨天表现是比较亮眼的。我们说英伟达的整体的股价反弹是强于很多个股，而博通则是反弹力度比英伟达还要更加强势。我们看到这一波下跌是不是底下有一个绿灯，所以说明这个地方的多头已经表现特别的明显。它昨天除了是一个低开高走，同样还是一个仿包 K 线，把前面的这个小缺口在出现之后立马的吞噬，所以当前的多头按照这个架构来看是比较强势的。在资金层面上，它也是出现了流出之后的流进 K 线，但它不是连续的流出，所以这里呢依旧没有太多资金上的变盘现象。前面这一天才是关键 K 线，这一天出现了突破，但是低点没有守住，第二天又跌漏了，所以这里它不是一个低点变盘。价格走到目前为止，这一天它没有一个关键的变盘信号，它不是具有持续性的流出后的流进，所以我们只能说在 K 线上可以看一个反弹。而这一个压力呢，首先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缺口，它目前是补了一个缺口，那么上方还有多一个缺口，这波反弹能够把这个缺口也补掉，那么肯定呢就更好，所以这呢可以作为一个压力位。而在空间上，我们希望它也能够保持绿灯，至少这里保持绿灯要比转为红灯要更好，不是吗？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点 168.45， 而突破它则说明依旧保持绿灯的上涨。它的低点 146.12
跌破它则是一个红灯，就要小心了，因为绿灯后的红灯则继续往下看。从目前的 K 线表现来说，至少博通在目前的市场还算是数一数二。我们之前说过，它呢不算是很强势的那种个股或者说龙头，但是我们在市场当中的赚钱效应，除了顺势而为、强者恒强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是超跌反弹。它之前一直是弱势的表现，而曾经提前市场下跌，现在只有机会提前市场见底，甚至呢提前很多个股延续反弹，这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超跌反弹物极必反，也是市场当中有小概率，但是也是获利的一种方向。当出现这种仿包阳线时，我们需要去博弈它的超跌反弹。你这一天可以去相对的把握，基金的同学可以去博反弹。那防守位呢，你就可以设置在这一根阳线它的一个开盘价附近。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eta 的整体股价走势也是相对的不错，但是没有完全的仿包，但它也把前面的缺口给吃掉了，回补掉了。而下方也是一个绿灯 K 线，资金上没有特殊的表现，依旧处于流出，所以当前只能通过 K 线上能够去看涨，但是它的一个反弹力度，从昨天来看是不如博通的，但整体也比很多个股指数都要强，因为指数只是挨压 K 线，它呢除了挨压还差点反包。在前方有个10日星，10日星 K 线为变盘 K 线，在10日星之后产生了上涨，所以这里我们认为这个10日星是变盘看涨的。我们这里也关注一下它的红绿灯的确认条件，它的一个预测日内的高点是556.545，收盘突破则会出现绿灯，低一点的支撑是499.675，跌破则是红灯，这可以作为关注的对象。我们更希望绿灯能够延续，以及绿灯之后不要立马出现红灯。下一只标的是 AAP 了，苹果在最近的关税落地之后，产生了特别明显的这种暴跌下跌。昨天呢，其实和特斯拉一样，不是很强势的这种反弹，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它不是挨压 K 线，因为收盘价没有在昨天最低价之下，所以像特斯拉以及苹果，它们的止跌现象就不如整体的指数平均水平。那么就更不要说跟 Meta 以及博通、英伟达等等个股去比了。前期呢，这一天是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低点又被快速跌破，所以它不是低点，它是一个延续下跌的点。目前在红绿灯的角度来看待苹果，它底下呢是没有红灯和绿灯的，它底下是一个三角。这种三角其实在红绿灯当中呢是一种变盘信号，说明当天预测的高点被打中了，而且是精准的打中。而这种变盘点其实也可以略微去关注，但是它的胜率不算特别高。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有三角出现了变盘高点？前期这里呢，它是一个三角，是不是变盘在第二天出现了低点？所以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如期变盘，我们要看一下长上影线之后第二天。我们更希望在苹果的后一天能够出现阳线，把它的高点吃掉，那么这里彻底能够去看涨，但这个可能性比较低。所以苹果呢，依旧不算是反弹强势和反弹的首选标的。我们再看到红绿灯的确认，今天会不会出现转灯的现象？苹果的高点压力在187.805，它的低点支撑是168.275。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STR 呢，是我们在最近所讲到的，也是相对强势的标的，它的整体结构没有创新低，在昨天的表现当中略微是比较弱的，因为它表现和特斯拉、苹果整体相似，是弱于市场的指数。但这里要注意了，它的价格上出现这种特殊的表现，就是红绿灯出现了变盘的信号，红灯、绿灯、红灯，连续3天的闪烁，这个位置的红绿灯表现跟前期这个地方是一样的。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我们说过，红绿灯是多空博弈的现象。当出现红灯时，说明空方很强；而绿灯时，说明多方很强。如果红灯立马转为绿灯，说明昨天的空方强是一种假象，那么这一天绿灯则作为买点。但如果不是2天转灯，而是连续3天，甚至可能4天转灯，这说明的是当前市场多空之中都比较均衡，都比较平衡。这种平衡在后续被打破时，将会发生变盘。比如像这3天连续的转灯，它的变盘点怎么去看？就是看下一个交易日，这一天如果收涨，则后续看涨。当时在这个点位，阿泽就是用这一个方法提醒大家，可以去买进 MSTR， 然后短线出现很明确的上涨。
那么这一次呢又出现了，它这一次能够成功吗？是否会变盘上涨呢？我们关注一下 MSTR 今天是否能够是一根比较不错的上涨 K 线。如果也是一根这样的上涨 K 线，我们意味着短线变盘可以看涨。最好今天的上涨不要触发红绿灯，如果是一根普通的 K 线，不是红灯不是绿灯，而是直接的上涨普通 K 线，更加能够变盘看涨。高点是 282.87， 低点是 237.87， 股价收盘能够突破它的高点，这是绿灯；跌破这是红灯。如果连续2天红灯，那要小心了，这个位置变盘向下。而今天如果能够收涨，但是不突破也不跌破，那么则作为绝佳的短线买点。而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期视频提醒过买入的机会，因为 MSTR 出现了红灯后的绿灯，这是一个买点。一般这种买点之后，你可以把这个止损放在绿灯的低点附近，当前还没有跌破。如果今天出现了收盘跌破，之前这里是要去止损的，这里要注意了。以上呢是 MSTR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 PLTR。目前你所看到是 PLTR 的整体图表，昨天也出现了 IRK 线，是不是低开高走，而后阳过阴半，整体是比较强势的，它符合2种止跌现象，所以这个位置 PLTR 也是可以直接看涨的。而底下资金还处于流出，没有上穿，没有变绿，所以资金上我们先不作为考虑。只要股价今天不要是红灯，那么 PLTR 整体反弹没有太多的问题，当然前提是指数的环境要维持稳定，否则的话它技术面再漂亮我们也要小心。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它的关键的价位，高点是 87.66， 低点是 71.98， 收盘突破它为绿灯，我们更希望绿灯能够延续，千万不要今天又立马出现红灯，那样的话就是卖出的信号了。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谷歌昨天的一个价格表现虽然不是一个绿灯，但整体来讲它也是低开高走 IRK 线，并且阳过阴半，所以还行，并且底下的资金已经快变成了绿色，所以很快今天再次上涨它就会转绿，转绿 K 线为关键 K 线，这一天是不是转绿？转绿是否为低点？高点要突破，低点不能跌破，所以这里是失败了。那么现在出现下跌，是不是跟英伟达一样？你要等待一个转绿的 K 线去判定一下。如果股价上涨反弹遇到转绿 K 线就是高点，那么反弹则力度不强。当前的谷歌呢，在动能上也还不是一个绿灯，那是否能够在今天产生绿灯，亦或者又是一个红灯延续看跌？我们要看到2个价位，高点的压力是 158.22， 低点的支撑是 145.95， 关注这2个价位。类似于前期这种红灯之后的上涨，我们虽然说绿灯不一定就完全能够看涨，但至少如果连绿灯都没有的反弹，那就一定是处于下跌途中的反弹。所以前期的谷歌连续3天反弹都不是绿灯，那么后续再来一个红灯，是不是就风险很大？所以反弹的时候呢，绿灯就不代表一定是会上涨，但是没有绿灯，这种反弹就特别的弱。所以当前还没有绿灯，我们更希望反弹能见到绿灯。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的股价走势昨天也异常的强势，看来超跌反弹个股在最近是能够有一席之地。价格出现下跌，是不是最后这里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第2天是反包阳，那么这种位置类似于窗头破角，那么我们认为是一个特别强势的看涨信号。所以像 SMCI 以及博通这种个股是前期是长期走弱，而后现在出现连续性的，而现在出现1日内的强势反转。像 SMCI 呢更加明显，它这里是一个红灯，这里是一个绿灯，所以它就直接构成了用买入的信号，所以这天的 K 线构成绿灯时就是买点。而这一笔交易的止损位你可以放在缺口之下，如果股价在买进之后在下一个交易日就收盘跌到缺口之下，那么你可以作为止损。像博通你也可以这么去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绿灯是否能够延续，关注它的高低点预测，高点是 36.845， 低点是 30.3， 这2个价位。那么这2个价位我们要延续看涨 SMCI 则不能收盘跌破 30.3， 这里要注意。最后我们看到拼多多，拼多多呢整体的走势和纳指金融其实差不了多少，而它在昨天的走势当中是出现了 IRK 线，但是长上影线太长了，
哪怕 IRK 线出现，它也算是一种不太严谨或者说不太强势的 IRK 线。它的长上影线，昨天长下影线，它会不会是天地双剑？但整体来讲也不太符合，因为这个影线的顺序有点错了。资金呢，前期是连续流出的，只有这么一天是流进的，流进之后也快速的跌破，所以它不是一个变盘 K 线，变盘低点。这一波下跌是基本持续的下跌，像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但是它是阴线，不作为买点。好，那么这一天呢是绿灯，并且呢是阳线，你说这一天买吧，但第二天又是一个什么 K 线，是一个红灯阴线，所以这一天立马又会转空，并且在变盘的信号之后，红灯绿灯红灯之后，它是一个下跌 K 线，所以整体呢是看向下的变盘，和 MSTR 的处境这里是不是一样的？好，那目前股价走到这里，反弹是反弹，挨压是挨压，但整体的力度还是不强，所以我们更希望能够在这种长上影线之后，跟苹果一样走出一个上涨，并且实体强势的上涨，才能够去看多。我们看到今天的关键高低点，高点是103.405，低点呢是93.025。如果再次跌破93.025，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明确的诱多行为，能突破103.45，那么说明这个地方还是能够看涨。以上就是4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目前出现 IRK 线为止跌信号，那是否止跌后能够如期反弹？我们说6到7成的把握。而关于美股是否能够如期止跌以及反弹力度如何，更多还要关注一下关税的实际进展。但有一点能够明确，就是空头走到这里，大幅获利之后，理应落袋为安，场外关注，而后找到新的做空点。这是以上美股盘前阿哲最新的观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